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今天咱们看到这个盒子，估计就很多人就明白了。咱们今天要分享一款限定产品啊，这是当时变七，也就是日版当时上映啊，因为变七的美日版的名字不一样，但是意思呢其实是差不多。美版叫超能勇士崛起，日版叫野兽觉醒。基本上意思大概也都差不多吧。这是当时野兽觉醒系列里面这条线里面推出了一个所谓的杂志，某杂志的一个限定。其实我看了看那个杂志啊，也有就是类似这样的一本杂志。这咱们有在看啊，因为后边还有两个类似于手工课的一个纸板的一个，就像咱们小时候做那种手工模型的一样啊，那个东西咱们一会儿再说。是这个杂志上面一些变期上面的设定这个杂志附带的这么一个变期玩具线的幻影不是 SS 是变期的那一款就当时我分享时觉得就非常烂的那一款人形非常矬，也不还原但是变形还挺好玩的那一款不是 SS，所以是那款玩具，所以说就是这个，咱们看说明书就知道当时推出，这还是个美版的说明书，还没有给你贴上野兽觉醒的这个黑色的标签上面还是这个超能勇士崛起当时本体本线的一个幻影。当时我记得我分享时还有人说是什么早期设定或者反正过来解释的人会非常多，所以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反正以我的第一直观来说虽然 SS 那款并不怎么样，但是 SS 相较于这款来说，要更加的贴近一下电影。毕竟这个真的除了载具形态真的没有什么地方跟电影里有什么交集这是背后大概看一下就行了。其实它的这个版本咱们经常说的是彩色透明版这个全蓝色的透明键等等。其实它是一个按照一会儿咱们看杂志就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全息投影的一个版本，就是幻影在扫描这辆车的时候在扫描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全息投影的一个版本，就是全透明嘛，这种感觉所以我个人反正想了想，为什么会挑变期的这款玩具线的这款幻影可能不好卖或者怎么样或者反正挑的是这个模具反正只有载具形态能看，人形是挺丑的跟设定没有任何关系电影里边的设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有些地方其实它还是用了这些灰色键，包括拳头裤衩转轴这些地方，它并没有用全透明键，所以说在感官上其实看着，包括这里它感官上看的其实不是多好看，尤其是这种灰色键和这种全透明键的这种落差感其实挺大的，包括人形拳头其实它是受到这个地方所以说除了载具能看，载具它的一体性要比 SS 那款要好，还有这个变形还算好玩一点的话剩下真的这款模具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说明书咱们看一眼变形步骤倒是挺多，因为这款整体全身上下的变形的过程是几乎全身的零件都是在参与变形的所以到最后变成车型的时候呢是24股。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你们能看到这个地方对不齐这里看这个地方两边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忘了原色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应该正常都是这样式的，是推齐的反正这款怎么弄都是有这种巨大的缝隙和落差包括中间的这个卡扣也起不到什么太多的作用，所以这款我还真忘了原色时有没有这种情况武器这个手炮也是全透明键，所以咱们现在给它变形吧我刚才说了变形还可以
还有点意思，所以说咱们也就慢慢的欣赏这款的变形。首先第一步咱们要做的呢，把这个地方往外挑开，咱们需要把车顶这个地方啊，这里给它彻底的挑起来。这底下是有2个卡扣的，然后呢，胳膊的这2个地方跟它的引擎盖这2边也要给它挑开。后边其实是腿部啊，好，给它彻底打开。这个是到最后是整体的一个背包，打开，打开。卡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啊，我看看啊，调整一下，好。然后胳膊这2侧就里边有一个2项的转轴，我们给它拽出来，就是类似于的那种双关节的折叠关节啊，这个地方咱们要给它看看从里边能不能给它展出来啊，要给它拉平，因为它是这个整个的一个肩膀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人形头雕啊，头雕其实也挺丑的，看看这个地方，看看是在哪里卡住了啊。好，车顶打开了，看这个地方，看，就整个这个关节咱们要给它拽上来。哎，拉起来，然后呢，这个地方咱们要彻底给它填平。这是背包，这个背包是要反折过来，扣到后背的啊。咱们先放到这儿啊，咱们把这一块从腰部给它转180度，转过来。我看啊，是在这个地方，最后一个反折给它扣过去，扣在这里。好，下半身给它打开，车尾这个地方整个打开。变的时候其实不用太去琢磨它会不会有损坏怎么样，这官方的透明件啊，发展到现在其实已经很放心了啊，可以放心去把玩。好，把腿拽出来，这个是脚底板啊，然后呢，整个的后轮这个地方要给它扣进去，然后这个地方再给它扣合上，里边是有一个卡扣的，这里，哎，给它扣上，哎操，这是一条腿，它的迎面骨这一块并没有采用完全的透明件啊，其实看着还是挺影响美观度的啊。好，这个地方给它打开，折叠上去，脚底板翻下来，后轮隐藏进去，这个地方扣上。这回的球关这个地方啊，我忘记原色了，球关这个地方挺松的啊，阻尼感挺差，然后胳膊这个地方给它翻过来，拳头翻过来，然后呢，前轮给它翻过来，把肘关节冲前，这个地方给它搭到这里啊，一个肩膀的位置啊，这块前轮给它折下来。肩膀的这个关节呢还行，但是肩关节就一般了啊。好，然后最后啊，这块已经卡上了啊，就这个地方往上一卡。好，这款杂志限定的幻影咱们就变完了。手炮呢看个人，你乐意给它插哪个手里都行啊。说明书是让它插到这个手上，握柄在这里。但是我总感觉插这个手上不怎么好看，不知道是为什么。好，我总觉得插这边好看啊。
不知道是为什么啊。反正这个模具变到人形其实挺丑的，说实在话。虽然我并不喜欢 SS 那款，但是呢，这款它又是就是作为限定又给你再卖了一次，所以没什么好说。行吧，玩具啊，咱们就分享到这儿。咱们把镜头拉高，看一看杂志啊。咱们先看看2个手工的一个东西吧。一个是这个类似于这样式的一个幻影的头雕，它是可以从后边啊就可以给它折下来的。然后呢，这2侧像这个完成图上是好像是能够当头盔啊，还是当这个面具啊戴到头上的那种感觉，应该是面具，我看这个感觉像啊，应该是，或者画到戴到耳朵上啊，当一个所谓的面具那种幻影式的这个，反正是一个手工的一个作品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突然变期这里的反派居然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啊，反正无所谓了，它是一个2层吧，应该是啊，它是完成图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啊，是叫天灾是吧？好像是啊，反正它有一个类似于地台啊，地台，然后呢这个人物啊就插到后边，然后呢作为一个立体式地台，一个战斗平台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好，咱们继续啊。刚才接了个电话，然后顺便想了想啊，这个货是叫天灾，对，大概一直蒙住了啊。这是后边的这个所谓战斗平台的一个，反正它能够成为一个立体式。这个我记得小时候80后对这种手工应该是非常记忆犹新的啊。小时候也做过很多什么一些小汽车啊等等，飞机啊等等是有的，这种拿胶水。那个是拿胶水给它粘上的，这个是拿这个立体拼插式的这种纸板给它插上去的啊。天灾的一个战斗平台和它的一个人形的一个例会啊，好，然后咱们现在看这本杂志啊，应该是这面是正面吧？看这就跟咱们就说这回这个玩具啊，就是这个所谓全息投影扫描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是幻影啊。咱们从里边开始，第一页开始看啊，这里边是一些比例图，这个地方然后这是幻影的给的这个东西啊，应该是一个面具啊，这个是战斗平台啊，看这是我刚才说是没错的天灾的战斗平台，这是这回杂志附赠的，然后这些是一个当时的一些场景吧。这是擎天柱和擎天圣相遇的那个水潭啊，然后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的外边啊，擎天柱和大黄蜂被天灾和拳头揍了一顿啊，差点没给打死然后这个跑道等等这些地方，这还是一些比较经典的场景啊，然后一些徽章、一些标志等等，也是变期时候做的一些东西吧，为了宣传这部电影啊，官方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圈套的设定图，然后底下这极冻怪啊，然后呢，这是夜莺，都是设定图，然后天灾，天灾的设定图，然后这个是犀牛啊，犀牛的设定。光看这些设定图还是挺帅的飞剑，据说没变形就挂了哈，还这里连个人形都没有，
红豹，这我觉得应该是变期里面绝对的主角啊，擎天圣，大家看还挺帅的哈，千顶啊 ，Wheeljack 啊，这个货叫什么我还真不记得了，好像他是不是，好像官方包括现在 SS 都没有出玩具是吧？这货记得挺大的，然后幻影，好，RC，邦莫比啊，大黄蜂，这个当然。那一代的主角 Optimus Prime 啊，擎天柱变期的擎天柱，其实挺丑的啊，改的是把外传柱那个身形改的呀，无力吐槽。然后这是里面那些场景的一个经典画面啊，红豹把幻影扑倒啊等等，这里面也有不少。这个我记得当时第一个宣传片出来，这个擎天柱这手臂这块穿模了是吧？好吧，反正什么样都有啊。这是女主啊，就看看就行了啊，我不想你们看完吐啊。擎天生、擎天柱同框，这是决战的时候吧？这个是擎天柱和擎天圣相遇时候的啊，刚相遇的时候是剑拔弩张时候的样子啊。红豹啊在上面，包括正踩着幻影呢啊，千顶正拿炮对着犀牛。其实真要刚起来的话，企鹅人是刚不过这帮野兽派。你看这个擎天柱和擎天圣的身高差距是多少啊？好，男女主啊，这个女主，哎，好吧，然后幻影啊，这是电影里边的经典镜头啊，幻影其实之前是翻滚过来变完身之后的样子啊。然后这就是咱们说出来这回的这个玩具的这个来源，就是这个全息投影，也不算是扫描形态啊，整个它变成这个车型之后的样子啊，过程吧是一个过程，而且还用了幻影这个名称，好，这个日文啊看不懂，写真集这看懂了啊，不过我喜欢的写真集好像还不是这种啊，你们懂的啊。好，最后来一个非常帅气的幻影的一个特写。好，这本杂志结束。好，我们的看杂志时间结束了啊。其实玩玩具时间没有占据多久啊，看杂志时间其实挺多的。怎么说呢？对这个模具呢，算是玩了第二次。本身透明的材质呢，其实也算是能够让感觉啊，就是还行。但是这些灰色的这些塑料啊，真的太影响感官了啊！而且包括这回这个版本的时候呢，它的球冠这些地方偏松，其实还是感觉对于限定品来说，尤其是日版，说明书好歹你贴个日文的标签吧，对不对？这个功课要做足一点啊。但是就是一张美版的，就是原色的说明书就给你塞里边。所以现在官方对于做这个限定方面，其实也不是很用心啊，只能这么说。行吧，这款所谓的杂志限定，咱们就给它分享到这儿啊。希望你们想问我买不买的，就是我只能回答你们一句话：看过即拥有就行。这个模具真的不值得买，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啊！除了变形，如果你非常喜欢变形，那我无话可说。如果为了其他的话，这个模具 pass 掉就行啊。没有别的选择的话 ，SS 又不想选的话，你等着官方有时候什么时候给你出 MPM， 或者是哪个第三方用他的所谓的设计去给你演绎出来一个变期的幻影啊，也说不定，对吧？再等等看吧。
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谢谢观赏。